美国真的是很为我们着想啊，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那不要再被骗了。真正支撑美元的真相不是买石油啦，全世界哪里有这么多石油可以用美金来买的？美元唯一一个就可以买债，买债是最稳本的。我们享受了这么多的经济繁荣、出口增长、经济奇迹，就是美国在印钞票啊。当有一天它不能够再印钞票的时候，是不是美国不能买东西了？全世界包括美国、包括中国、包括台湾、包括马来西亚、包括香港，经济大萧条。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个骗局之后，5大严重后果。因为我发现大家还是对去美元化这个课题啊存在大量的误解，甚至是被坊间的很多的这些传统的说法啦，或者普遍的说法被骗了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去美元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在我的 YouTube 的那里的留言，我看到大家是完全低估了这一次去美元化的后果，所以呢，给大家深度的讲解一下，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。如果中间有不同意的，有听不明白的，记得留言。去美元化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不是说一定会来，但是如果来的话，机会不少。现在这个问题啊，越来越严峻，我们如何去避开这一次灾难？如何去自保转危为机？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心得和经验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通知了。回到今天的主题 ，Ray Dalio 很出名的叫 Changing World Orders， 他这里面说到，从罗马帝国开始，每一个储备货币到最后含金量越来越少，导致了通货膨胀，导致了最后的货币的崩溃。最近几个朝代帝国的兴衰的交替，从荷兰到英国到美国，美国的很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Ray Dalio 做了大量的研究，而且这本书也是广泛的被大量的学术也好，有知识的去看过、去讨论过的。人民币背后也有它的问题，甚至今天人民币背后的限制要比美元的限制还要多，但是不代表美元不会暴跌，失去它的储备货币，或者是失去它的霸权，变成了多种货币。美元是不是第一个世界货币？不是。以前的世界货币是不是没有一个例外，到最后都是崩溃，而且每一次崩溃带来的影响都会很大。我们要探讨一下啊，美元怎么去崩溃，怎么去跌下来，就要知道它怎么爬上去这个地位。那1944年的夏天，44国的代表，当然不包括这个希特勒的德国啦、日本啦、意大利，当时的跟德国的那个联盟打仗的另外一边就是美国啦、英国啦、法国啦，还有中国啊，开了个会，我们就用美元来做世界买卖的货币。总之，35美元就是1盎司的黄金。大家说的这个布利森这个系统啊，只说了第一步，第二步是什么？所有其他的货币是跟美元固定汇率的挂钩的，1盎司的黄金等于是35美元。当然，这个挂钩违反了自由经济，肯定不行。结果就出了问题。1946年，法国总统就已经讲咯，这就被美国以后有个特权，现在的言语叫割全世界的羊毛，割全世界的韭菜，美国一定会出现贸易赤字。为什么呢？它只要多印些钞票，就可以无偿的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 product and service。 那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个美元做了全世界的储备货币，一定会使到美国有贸易的赤字。第一个真相就是美国在出口美元美钞啊，我们用什么来换美钞？那就是全世界的资源、服务、产品。全世界因为美元啊做了储备货币，美元变了全世界都想要的东西。所有国家要出口赚外汇，鼓励生产啦，鼓励出口啦，赚了外汇之后，
国家也想要，政府也想要，企业也想要，老板想要，打工仔也想要，要什么？要钱嘛。所以你的港币、台币、日元背后是什么？是美金。全世界都要美金，那他就印刷美金给你。既然全世界的经济在膨胀，经济膨胀了，货币的需求是不是多了？正的关系啊 ，positive relationship， 你的经济有多大， GDP 有多大，背后的货币就要有多大，就要有多少的美元在背后支持，因为你本国的货币背后是美元。随着这个东南亚的经济好啦，欧洲的经济好啦，大家都需要更多的美元，才能够有更多的本地货币。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抢美元，35美元等于1个盎司的黄金，不够黄金就不能够提供给大家这么多美元了，怎么办？到了65年的时候，戴高乐法国总统第一次的带起了去美元化的运动，说我们是全世界给了他的产品和服务拿了一些一文不值的废纸 worthless piece of paper， 既然35美元可以换黄金，我把所有的赚到的美元给我黄金，我要带走。他甚至说，我怕你不给，我派法国的军舰到美国那里把黄金运回来。在伦敦那时候，黄金已经是涨上去了。那时候国家出口了之后，赚了美元之后，他们是要投资黄金的。伦敦的黄金是41.5美元，但是美国还保证你35美元1盎司的黄金。在欧洲，你要投资黄金的话，回报率是高过在美国，所以很多的资金流出去到欧洲去投资黄金，欧洲的黄金的价格上去了，又使到更多的资金跑来美国买黄金，买了黄金去欧洲，资金也去欧洲买黄金，黄金也跑欧洲卖给那些投资黄金的人。这一次是第一次。然后呢，美国当时在打越战，这个财政赤字非常多，它1年的财政赤字是20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用多1年就完蛋了，没有了。资金一流走，等于现在美联储缩表，等于货币供应少了，经济就会马上的衰退。所以我们现在也能看到，未来的美国经济很大的可能会出现衰退。同样的经济道理，当时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14%，这是很大的一个经济衰退哦。出口也萎缩了，大量的资本跑到外面去了，国际收支平衡是有20亿美元的逆差，也就是说有20亿是跑出来的多过跑进去。所以呢，当时出现了第一次的美元危机，美国去美元化要崩溃了。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特里芬困境 Triffin Dilemma， 总结来说就是说，美国因为储备货币之后，它要出口大量的美元，所以一定有大量的贸易逆差。因为贸易逆差不是衡量你出口了多少美元，它是衡量美国进口了多少的货品，有多少的美元出去了。所以有多少美元出去，进口了多少的货品，这个贸易逆差就是长期的会发生，结果就是美元一定会贬值。大家要黄金，但是美国的黄金已经不够了。他当时问了2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为什么人家还愿意要增持美元？第二个，我要不要美元，我来买黄金的话，你有多少黄金可以卖给我？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尼克逊总统就搞定了，就说现在是没有黄金可以换了啊，我们这不再换了，这个金本位就没有了。1971年之后，美元是跌了好多，通胀也上去了。1974年的时候，美元变成了石油美元，因为沙特阿拉伯说我只收美元来卖石油，其实这也是个骗局了，误点了。你想想看，全世界这么多产品卖给了美国，赚了这么多的钱，都需要买石油吗？不需要买石油的，石油美元是拿来骗傻瓜的，全世界人都被骗了。你想想看，全世界赚了这么多美元，全部去买石油，石油够买吗？第一，不够石油来买。第二个，全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石油了，根本不可能以后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晶片设计，晶片美元，废话啦，你要买多少个晶片啊？这个晶片不会过时吗？不会淘汰吗？全世界把美元去买晶片啊，不要再受骗了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合作都是要互惠互利的，所以美国人想要什么，你满足他，你要什么，美国人满足你，这样的话就互惠互利了。你想想看，60年代70年代，亚洲人当时还是穷得不得了了，缺什么？缺钱啊，有一点点钱你就愿意吃苦耐劳，
中国人喜欢工作赚钱啊，特别是上一代啊，台湾有说啊，爱拼才会赢啊，我要做到死啊，所以富士康啊、台积电啊，我听说台积电赚好多钱，但是随时叫你回去卖命的开工的，亚洲人都是要吃苦耐劳啊，那我就给你工作了，你要钱吗？我就给你钱了，你要美钞我就给你美钞了，把你东西卖给我了。所以呢，以前我们已经讲了啊，美元有贸易逆差，但是从71年开始看，好像以前没有贸易逆差这回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后的太大了，之前导致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的贸易逆差好像根本不存在，因为之后的严重很。之后突然之间美元是没有黄金的约束了，全世界很开心啊，日本的奇迹了，亚洲的奇迹啦，中国大陆的奇迹啦，都是靠出口繁荣的。出口到哪里？最大的市场美国了，出口赚外汇了，美元了，它能给你繁荣，它也可以 take it away， 把那个繁荣给下一个。日本太贵了，韩国了，韩国太贵了，中国大陆了，现在中国大陆太贵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他不喜欢了，用种种的原因要去中国化。给印度了，给越南了，这个掌控权在美国那里。你不理解这个真相啊，你到最后就像日本王允啊，今天他指责中国的所有东西，我在1980几年的时候全部在美国看过，怎么日本又怎么样了，日本又怎么样，现在换一个名字，日本变成中国大陆，就是这么样。中国人、亚洲人、日本人、台湾人，除了喜欢工作之外，还喜欢做什么？现在好多的台湾的人来问我啊，哎呀，美国债券好不好啊？台湾好像特别喜欢买美国公债啊。既然你们要买美国公债，亚洲人喜欢投资嘛，又要安全的投资，低风险的投资，那美国就设计给你们安全的、无风险的美债投资。美国真的是很为我们着想啊，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那不要再被骗了。真正支撑美元的真相不是买石油啦，全世界哪里有这么多石油可以用美金来买的？石油都来不及开采了，赚了外汇出口给我了，有了这些美元，没有地方去怎么办？我给你美债市场，我有财政的赤字，我有贸易的赤字 （trade deficit）， 这个 fiscal deficit， 我们有赤字，我们需要美元。你刚刚发了货给我，收到了我的美元，哎，我现在给你美债投资。你看美国多好啊！不光是给了我们工作，让我们赚了钱，还让我们之后可以投资美债，把我们赚来的钱可以再投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大的美国债券的持有人是谁啊？第一个是中国大陆，第二个是日本。因为美元背后是空气，不要再被骗了。没有黄金美元，就是没有 gold dollar， 没有石油美元，更加以后不会有晶片美元。唯一真正存在的叫债券美元，就是你可以买美国国债。美国因为欠债最多，它的财政赤字最多，贸易赤字最多，所以它需要很多人买它的债，所以你可以赚了美元之后投资美元的债券，它的债券市场支撑了美元。如果美元这个债市场跌下来，美元也就崩溃了。美国的国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了这个美国国债不断上升的话，美元就崩溃了。现在美国国债到了天花板了，又要去国会那里通过了。那有一天人家说，哎呀，美国你欠了这么多的钱了，现在的印度啦、中国啦、俄罗斯啦，已经是不相信美国的。如果人家不买美国国债了，或者是贸易不用美元做结算了，就不会来买美元债券。美元背后没有东西，只可以买美债，收了人民币可以买 Made in China 的东西。那干嘛我要出口我的货品去换美元？美元唯一一个就可以买债，买债是最完本的这个骗局。为什么？债是什么？债就是说，今天把美元给我，你把你货品给我了，赚了美元之后，你不知道怎么用，哎，不要紧，把你的美元给我，我以后给你更多的美元。以后问我要更多的美元，我没有美元怎么办？我再印一点美元出来，再问你买多点产品，你再买多点产品，是不是就多点美元了？多点美元了，买我的债，我就可以还你旧的债了。所以呢，它要不断的有贸易赤字，有了贸易赤字，大家就有了美元，有了美元就要买美债，买了美债之后，它就可以还上一次的美债。这不是庞氏骗局金字塔游戏吗？他要靠以后的新的会员的钱
来付旧的会员这个本金加上利息。虽然他给你的利息不多，一般庞氏骗局答应你的承诺的回报很高，他给你这个承诺的回报很低，所以庞氏骗局可以玩多一点时间，慢慢玩。你以后说我要把这个债券拿回来了，本金拿回来了，他的钱哪里来？要不就印刷出来的，要不就是新的人买他的债券的。所以这就是我印美元买你的东西，然后你把你的手上收到的美元来买我的，对你以后给你更多美元的承诺。相信我，因为我有能力印更多的美元，和你以后还会继续给我更多的美元。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个骗局之后，5大严重后果。第一个，人家买了美元了，后来发现这个美元背后是空气，你随时可以退货的。当这些美元回到了美国这个市场里面，美国钱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啊，钱多货品少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喷泉式的暴涨的，这叫 hyperinflation， 超级通胀。因为它是50多年的全世界浮游的美元一下子回去超级通胀。那超级通胀下一个要发生什么事情？肯定要加利息啦。现在5%的通胀，美联储已经加息加了人家银行破产了。如果是所有美元回去，这个超级通胀，不要说银行，好多公司都要破产了。加息之后债券崩盘，因为债券如果你通胀上去，债券就会跌下来，利息上去，债券价格就会跌下来，这个债券是崩盘崩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要严格的去找十倍股，要找一些不受经济影响、不受利息影响的，靠它的成长非常快的十倍股。为什么要说十倍股？就是很难要找到一个它是超级的游泳冠军。以后这个潮流啊，不是 American tailwind 了，不是顺风了，是逆风了，是 headwind。债券市场会跌下来，因为支撑全世界经济繁荣这么多年的就是美国印钞票了。我们不要把所有美国印钞票变成割大家羊毛韭菜的坏人了。我们享受了这么多的经济繁荣、出口增长、经济奇迹，就是美国在印钞票啊。当有一天它不能够再印钞票的时候，是不是不能够进口这么多了？不能够进口这么多，是不是所有的国家的经济都会下跌啊？美国不能买东西了，全世界包括美国、包括中国、包括台湾、包括马来西亚、包括香港，经济大萧条。问题出来了，内部的矛盾出来了，美国需要一个外敌，就算中国没做什么事情，都需要一个外来的敌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从特朗普开始到拜登，拜登不能做的比特朗普好像软弱，以后选不上了。下一届总统无论是谁做，一定要比拜登更加严厉。以前因为是整个大周期里面的美国顺风，把所有的公司都推上去了，因为它这个上升周期里面搭了这个美国顺风。以后到了逆风了之后，不投资也不行啊！不投资，我们钱背后是空气，美元贬值，所有的钱都贬值，债券也是垃圾。为什么我今年开始讲十倍股？因为唯一一个出路很难的要去找。不要再问我七爸爸能不能买 ETF 了，能不能买债券了，能不能买人民币了，能不能买日元了，能不能买美金了，能不能买比特币了，都不行。黄金可以放一点点，但是最好的就是十倍股。因为十倍股你是找到了一个冠军，可以逆流往上游。大家的投资成绩40%取决于以后大盘大势的涨还是跌。大盘在跌的时候好难能够涨，大盘在涨的时候傻瓜也赚钱，也是股神。但是大家的问的问题的焦点全错了。七爸爸，这个股票能买吗？七爸爸，给我一个十倍股啦。十倍股是第3步，你第1步你要看通牛市还是熊市的。所以我这个选股5部曲是30年的累积的碰撞、走冤枉路、失败、输钱出来的最简单的选股5部曲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基本上这个课程象征式的收一点系统维护费送给大家了。我鼓励大家，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年代，以后不能够再简单的闭上眼睛的 dollar cost averaging 无脑定投，你要想想看你的钱放哪里。所以呢，我希望邀请大家继续学习，特别是跟我学习。外面讲错的人好多，根据你的意愿，你要尽快的看到危险在哪里，看到机会在哪里。每个星期我都在思考如何在这么艰难的
一个环境里面，可以让我们的财富继续滚雪球。每个星期把我的心得、想到的、看到的，还有针对同学的错误的观念，在 GMT 里面规定是2个小时，我通常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一个 bonus 额外的给大家付出价值。真的要好好学习，因为这未来的一段时间有很大的改变。第一步，要认真的去正视这一个危机，真正的去思考。第二个，如何在这么艰难的以后是逆风的情况下，去想想看以前的投资方法还行不行，买债券还行不行，什么无脑定投定期的投买一个指数基金还行不行，我的方法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 GMT 或者这个选股布局里面能够得到多一点的财商知识，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